这些美景距离宋卡只有12公里，但是距离和爱市区就有24公里。我原来都只听说过和爱，却不知道还有一个宋卡，以为它只是一个府的名字，就像我们广东省的广东。但是实际上，它是一个在陆地尽头的城市，一个很容易让你忘记你是身处在泰国的地方。这里更有生活的诗意，你花着平民的价格就可以得到 VIP 的享受。来和爱旅游，记得要来宋卡住上一晚哦。宋卡距离和爱将近30公里，大多数的景点都是在这30公里之间。这一次的8天7晚里面，我全程都是使用计时叫车的方式。这样下来，一共要花多少钱呢？叫车的体验又好不好呢？这一集应网友的要求，所有的金额我都将会用美金来做计算。今天我们2个人要从和爱前往宋卡，途中会参观三太子宫和水上市场。我还是约了上一集带我去瀑布的司机，约定的价格是18块4毛6。中午12点从和爱市区的酒店出发，大概10公里就可以到这一个哪吒三太子宫了。泰语哪吒的读音更加接近广东话，读作哪吒。我读这个普通话的读法其实也挺辛苦的，哪吒。在这里，如果你想求神，完全是可以一站式完成的，因为这里真的是满天神佛，华人认识的、不认识的都有。但是这里也真的是非常的晒和热，参观10来分钟，不烧香、不跪拜的我们就想要离开了。车子再走10来分钟就到这个水上市场，但是大中午的它是不营业的。其中有一位摊主告诉我说，这里要周6和周日的晚上6点钟左右才是最热闹的，但是今天是周5，所以人并不多的。但是这个信息为什么司机不告诉我们呢？他只说营业的摊档比较少，但是他的这种少和完全没有也没有多大的区别啊。我开始隐隐地感觉到司机对我们不太真诚。我们和司机约定的原计划是要在这里吃午饭，然后再逛2个小时这样子，然后最后回到宋卡的酒店。现在这样子有一点不上不下的感觉，于是我就想着改变一下行程，和司机商量着说，要不去科游岛的几个景点吧，也就是著名的大卧佛所在的小岛，看一下要加多少钱才可以。司机就只说让我们看着给，一直都没有给我们直接的答复。这35米长的大卧佛就在公路的边上，从这一道跨越宋卡湖的桥一上岛就到了。原来这道桥还是泰国最长的桥梁呢。从这里看过去，远处飘在海上的那些建筑就是宋卡的市区了。这一座卧佛是世界第3大卧佛，真的是非常的亮眼，特别是从空拍的角度，更加令人惊叹它的形神俱备。但是它是建于1917年的，100多年前是还没有无人机的呀，没有办法用高空的角度去辅助构思的。这可是一个有35米长、15米高、10米宽的大雕塑呢。设计师和工人们是如何完成这么大型的杰作的呢？哦，有你，真的是不得不佩服当时的大师和工人了。佩服归佩服，这猛烈的太阳也让我不得不屈服，赶紧找一个有遮阳的地方喝个椰子水来消消暑吧。在卧佛的旁边也还是有其他的佛像和庙宇的，但是我对寺庙就说不上有很大的兴趣。但是老挝的朋友呢，就进去里面逛了快半个小时。他说他每来到寺庙，内心都会有一种平静的感觉。这种平静我是找不到了，下次你们来找找看。
从 Google 地图上面找到了这一家山顶餐厅。从这一条快要有45度的斜坡开车上来，司机都变得很紧张。好在它是单行道，会有另外一条路给下山的车子用。没想到这里人气这么旺，特别是有空调的大厅全部都坐满了，我们就只能坐在外面，但是也有风扇，算是还能接受了。虽然说是热，餐厅设置的打卡位是有太阳直晒着的，但是顾客们依然轮流一个接着一个去拍照。怪不得餐厅要在外面写上声明，必须每个人得消费1道菜或者饮料，否则就要收取你1.2块的门票费用。好在这里的餐食也不算过分，我们点了炒饭，还有咖啡和柠檬茶，也给司机点了一份炒饭和矿泉水，最后花了将近20块，味道是完全对得起价格的。从餐厅向上面走几分钟，还有一个非常棒的观景位，是全无遮挡，还配有秋千。如果你来了，一定要去看看哦。从餐厅下山之后，司机推荐带我们去宋卡市区那边看海滩的美人鱼，说如果不去的话，我们今晚住的那个酒店附近是打不到车的，因为我们的酒店并不是在市区里面。实际上，我是故意选了这间在市区外面的酒店，因为它去蚵尤岛和去市区都比较方便。听他这么说，我都开始有点担心了。但是最后我才发现，其实是司机想拉我们去远一点的地方，可以赚更多的车费。他把我们送到酒店的时候，行车的总时长是4个小时，原来约定是18.5块美金，现在他要加收6块。虽然说钱不多，那至于说收费合理不合理，也很难有一个公断。但是他明知道水上市场没有人，却不告诉我们，还要给我们假资讯说这边是打不到车的，这样就绝对要不得。第二天，我们从这里打车去水上市场，不用5分钟就有司机来接我们，并且还是一位非常热情的司机。车上有专门的 iPad 给你自助选歌来听。18公里，19分钟，我们又回到了这一个水上市场，车费是6块钱。每天的早8晚6，泰国的公共场所都会播放国歌的，大家就会自觉地停下手上的工作，肃立听完这首国歌。所以在画面里面还在动的人，应该就不是泰国人。这一个水上市场很是热闹，光顾的都是以穆斯林为主，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一个竹筒奶茶了，几乎人手一杯，毕竟有的喝有的看嘛。这种煎蛋糕，他说是网上攻略介绍的必吃零食，但是在泰国很多地方其实都有的卖的。嗰個原呢氹咯，點咩？啊，氹完呢？没发现什么这里专属的特有的美食，最后我们就在这里喝了一碗冬阴功汤。对我来说，这里的景色比食物更有吸引力了。这是5点半的时候，商家都需要打着太阳伞的情形。这一个呢，就是6点的时候。你觉得哪个时段更加好看呢？在市场的入口这里，看到不少的游客都是在等他的网约车。我们叫着车过来了之后，司机说他要加收3块钱，理由是他送我们回去之后，他就接不到回头客了。于是我们就换了一辆车。司机并没有这种说法，最后我给他加了1.5块的小费。终于住到宋卡的市区了，正好是傍晚，赶紧的跑到这边最著名的美人鱼海滩。但是这就是从和爱机场一出来，用一个非常显眼的拍照区来宣传的美人鱼吗？这就是司机他口中所说的最著名的景点？
我和老挝朋友都笑了一笑，转头就去拍沙滩上的骑马和在海中玩水的小孩了。这个沙滩的沙子并不好，不适合光脚来玩水，倒是在岸上的树林里适合来这里吹风打发一下时间。从这些售卖的风筝和小玩具来看，前来这里的应该都是带小孩的家庭吧。我们还是找一间餐厅来吃饭吧。老挝的朋友选了这间上海咖啡厅，主要是想到这里来上传视频，要求网速要够快。我们在这里吃了一份牛扒和鱼扒饭，2杯饮料，一共是38块。这应该是一家很高级的餐厅吧？起码从价格上面来说是的。所以第2天我们又回来这里喝咖啡了，又花了12块3。这个我能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但是这个呢又是什么意思？不准在厕所放屁吗？这是在一家餐厅的厕所所拍到的。这家餐厅要从外面的小巷子走进来，门口招牌上面写着匠心精致美味佳肴。因为少了标点符号，感觉它是中文，但是又不太是中文，于是我们就好奇地跑了进去，但是却没想到这里的出品这么的惊人。他们主打海鲜，我们点了蟹柳炒饭、焖鱿鱼、煎鸡蛋，最后的价钱是23块4。宋卡旧街的街道真的是很有味道，就像是马来西亚的槟城那样，可能是因为地理位置相近吧。走着走着，你都会不禁地问：这真的是泰国吗？这边主要的景点就是这一个旧街的片区，西京的特色壁画，颜色鲜艳而多彩的老房子，极具艺术性的立体陶瓷装饰，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就顶着烈日逛了好几公里。这些见证过历史的人力3轮车、家具、旧电视机等等，不知道又能不能唤起你对过去的回忆呢？房子的老旧并没有影响这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家家户户的门前都会种上几盆小植物，这是一种微小而确实的幸福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小确幸。街道是人车混用的，但是大家也相互礼让。摁喇叭在泰国被认为是一件非常粗鲁的行为，这也是我喜欢泰国的一个最大的原因。喇叭的发明的确是为了可以按的，为了提醒别人，但是照这个道理的话，原子弹的发明不是为了发射吗？如何谨慎地使用这些发明，泰国人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。有一点扯远了，可能是被晒晕了吧。但是如果你大中午来这里逛的话，真的是必须得做好防晒的准备，否则真的有可能是会被晒晕的。这也正是我为什么劝大家一定要来宋卡住一晚上的原因了。因为逛这里的最好时间是傍晚的时刻，凉风阵阵的时刻。6点之后的宋卡旧街和烈日之下的旧街完全是2个不同的世界。坐在海边，看着晚霞的变换，听着海浪和歌手的现场演唱，这像是很昂贵的消费吧？但是实际上，我们吃了沙拉、三文鱼刺身、汤和粉，还有饮料，才是18块8。宋卡虽然不大，但我们的酒店离旧街这里都不算近，所以每次过来我们都是采用叫车的方式。但是在这边能叫到的车可能不多，虽然说是接单快，但是车子来到你的面前还是有点慢。我们还试过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叫车，结果来的还是那台我们曾经坐过的车。烤面包冰淇淋ร้อนแล้วหรือว่าใช้ไอศครีมเหรอใช่ครับไม่เอานะ Oh my god กาแฟโอ้ฉันอยู่เพียงนี้เนาะ上一集介绍了和爱市区和离它近一点的景点，
这一集呢，就主要是介绍宋卡市区和它周边的景点。相信看完视频的你也会明白，我个人是更加偏好宋卡。也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对你的行程规划有所帮助。如果你是主休闲，就住在宋卡；如果是主购物呢，就还是住在和爱比较方便和有更多的选择了。我这8天7晚轿车的总费用是多少呢？再给你30秒猜一猜吧，是在150块美金以内的。又或者趁着这个时间帮我点一个赞吧，我不擅长算账，能够将这些花费全部的记下来，你的点赞鼓励对我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，先表示感谢了啊。答案揭晓了，轿车费用一共是128块美金，你猜对了吗？这是全部的轿车费用哦，连往返机场的费用都包括了，你觉得值不值得呢？谢谢你的观看，下一次再见。